美国最新下令 AI 必须要选边站哦，反被中国大陆逼入了墙角，而这几个国家包括了35国，美国都说你都要2选1，你要么选美国，要么选中国大陆。那另外一方面，美国很重要的这个苹果公司哦，现在则是离不开中国大陆的这个牵问哦。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来关心美国逐 AI 数位高墙，也抵不住中国吗？好，我们会做深度的剖析。先来看到，刚刚我们特别提到了嘛，华府现在进一步要把 AI 战争呢打入一个选边的测试，要求35个国家呢，这些叫做这个美国跟美国已经准备要签署的 AI 机会声明国，35个国家你要选边站。如果你要参与中国主导的这个 AI 组织的话，那你就会被我们美国的这个所谓的系盛世合作给排除在外。系盛世是什么呢？其实在去年美国推出的一个 AI 联盟哦。里面主打的就是说，你在这当中呢，不只是使用美国的晶片而已，包括我们的模型啊、资料啊、跟供应链、国际标准，你都必须要站在美国这一边。那目前加入这个系盛世的国家有20个国家，包括了日本、南韩、荷兰、德国。哈萨克是比较有争议的一个国家，因为他认为说，我不要在中美之间选边站，我就是两边我都觉得我想要参与。于是呢，美国就开始对他这个发出了非常不满的声音哦，就认为说，如果你要参与在美国的框架当中的话，你就不能加入中国，免得被中国大陆找到了一个破口。而美国之所以要切断各国选边站的目的，就是要切断中国取得晶片、算力跟关键的矿产从第三国来获得。这也是他们为什么这么气哈萨克的原因，并且第二个，因为千问呢，现在在世界非常的受到瞩目，光是前半年已经下载破30亿了，所以美国很担心其他的国家政府企业也使用中国大陆的千问，所以呢，现在要把这些各种国际的标准都锁入在美国的体系当中。美国到底在怕什么？委员怎么看？美国跟西方国家对于中国 AI 的封锁分成2个层面哦，就是第一个层面就是我们很熟悉的，就是关于晶片的封锁。那么晶片的封锁在过去这1年的期间，其实由华为领军哦，已经有了很高的这个效果跟突破了。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 DUV 那么已经几乎可以造成原型机了，然后马上就要量产了。EUV 接下来应该也可以在技术上攻克了。那你更不要提到华为所最近推出来的像950超节点或者是涛定律哦，这些都是试图要走出另外一条赛道去解决现在的这个硬体封锁。但是另外一点哦，就是中国大陆它在面对美国的 AI 封锁的时候，它在软体也做了同步的突围。大家最熟悉的是什么？就是当年的 DeepSeek。为什么 DeepSeek 可以用相对比较低的算力？然后呢，用相对比较低阶的 GPU 而能够达到效果，其实关键的原因就在于它改变了它的整个的演算法的模型，它在模型上在软体上做了突破。所以当时从 DeepSeek 开始，它就引进了一个叫做混合专家模型。现在各位看到所有的大模型，你会看到几个数据。第一个，它会告诉你这个模型的总参数是多少，比如说 1.5 兆、1.6兆、3兆，大概这个 2.8 兆，就是不同的这个数量，可能有的是几千亿哦。那但是第二个数据大家会看到的是什么呢？它叫做激发的这个参数量。所谓激发参数量，就是说我来执行任务的时候，我虽然有 1.5 兆，虽然有 1.8 兆，我不用 1.8 兆个参数都同时激发，我只要把专家拿出来就好了。这就好像你现在有一个医院，这个医院里头有各科的医生哦，当你看到这个耳鼻喉科的时候，你就去耳鼻喉科看就可以了，你不需要去找妇产科的医生一起来帮你这个做会诊了。所以呢，这个就叫做混合专家机制，它把它现有的这个模型里头开始分区块哦，就哪些这个区块是负责不同的不同的专业的内容哦。所以呢，当遇到不同专业内容的时候呢，我就调度这些专家出来。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它的大概是激发了多少呢？大概通常我们现在看到的模型，最近的 Kimi K3 或者是千问 3.8，大概都只激发了4%。也就是说，我这个模型有96%的参数可以先休息。我执行任务的时候只需要4%，那这代表什么呢？这代表我算力就大幅降低啦。你想想看，我解决一个问题，我要 1.5 兆个参数都在那边运算一次，我要多大的这个算力？我现在只要4%的参数来运算，我算力的需求就会大幅降低了。那各位知道算力需求大幅降低代表什么？代表第一，你对于算力的这个依赖的程度相对来说是在可控范围内。第二个最重要的，就代表成本降低啦。对，我现在算力只用了4%，我就解决了这个问题。那当然我就更有竞争力了嘛。
所以我给大家一个数据，简单的来看一下啊，就我们通常在讲这个成本的时候，都在讲说你输入或输出100万个 token 大概要花多少钱。美国现在最顶尖的大模型 Cloud Fable 5是 Anthropic 最知名的大模型，它输入这个它的成本100万个 token 的成本是10块美金哦，输出是50块美金啊，输入跟输出。然后你再看看 DeepSeek 是多少 ，DeepSeek 是最近的 V4 Pro 大模型。它输入只需要0.43块美金，好，输出只需要0.87块美金，然后你再看看刚才这个我们讲到的千问3.8，它输入只要0.37块美金，输出只要1.48块美元，所以光是中国的大模型，它输入跟输出的成本，输入的成本是美国模型便宜了它23倍到25倍。然后呢，你输出的模型便宜了57倍到60倍，大家想想看，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说你美国要组什么联盟？对所有的各国的企业来讲，他要看的是成本啊。我这个公司，我加入了你这个联盟，我就要付这个更多的这个费用给 Anthropic 跟 OpenAI， 难道我傻了吗？那你更不要讲说，就算国家要加入，企业也未必会买单呢。我这个企业的成本变高了，难道是你国家帮我出吗？或者你白宫帮我付吗？所以，因此，如果要在现在这样的一个赛道上跟中国大陆进行成本竞争，用美国这个方法是根本不可能行得通的。好，所以我们看到面对于中国大陆技术的这个来势汹汹，美国现在怎么办呢？不只是限制中国大陆的产品输出而已，而且是锁国，不只是锁美国而已，还要联合，包括刚刚委员特别提到的，我们看35个国家一起把中国大陆锁在外面。那所以呢，现在也发生了一个问题是说，美国希望各国一起锁住中国，但是美国自己内部的企业先跑票了，它就是苹果。苹果因为现在我们知道 AI 都非常的需要记忆体嘛，所以它就找上了中国大陆的长兴存储还有长江存储来帮忙。当然了，商务部这边就痛批苹果怎么可以这样做，会挑战美国的美光跟本土的半导体。但是为什么苹果偏要这样做呢？原因就是因为苹果现在真的很需要这个跟中国大陆当地的厂商合作，才能去打入当地的市场。所以有2个动作，苹果第一个是跟阿里巴巴合作来打造中国版本专属的 AI 模型，第2个是跟千问合作来做 Apple Intelligence， 跟百度也有技术上面的一个合作，为的就是怕说，华为跟小米总有一天会把苹果的市占给完全的吃下来吧，所以苹果要先行动作，也不管政治上面的问题了吗？杨老师怎么看？我们看到10年之前川普1的时候开始对中国大陆采取科技战，主要刚开始到目前为止，应该说最成功，甚至是唯一成功，那就是在先进的这个晶片的这一块领域，不管是在技术或者是在设备，还有在产品的这个层面。那当然到目前为止，他还是维持了这样一个态度，那把所谓的晶片国安化。那当然也要求美国的企业不得将这些技术产品卖往中国去。那当然，他透过法案以及国内的这些压力，使得这些美国的企业、跨国的企业也都必须要遵守。可是，当你中国大陆持续的发展，它的市场已经成为最主要的市场之一的时候，甚至有可能超越美国市场的时候，这些美国的企业，你要求生存的情况之下，它只好分区治理，也就是说，必须要进入到中国市场。中国市场因为倒过来也对美国的相关的这些大模型或者是企业采取一些它自己本身的法规的要求，因此必须要在依规的情况之下进入到中国市场，你必须要跟当地的这些企业合作。所以这叫做分区治理。就对苹果而言，它就有全球区，它就有中国区的不同的运用。是。可是倒过来，其实在这个晶片以外的这个领域，过去这10年来的发展，你会发现到，其实这个是风水轮流转，变成是中国在许多的商品层面，其实已经超越美国，尤其是在技术跟供应链这个层面。我们就讲电动车，或者是人形机器人，现在倒过来是美国自我设限，形成一个孤岛，不准中国商品进入到美国。那或者是说呢，会要求一些其他的这个转变。所以现在看到国家之间用政治介入到这些科技的这个因素，因为国家都把科技当作自己国家权力的象征，而彼此之间，尤其是大国的竞争，都跑不掉，而企业只好自己找自己的空间来去适应。
好，那同样一个问题也特别请教舰长，因为刚刚杨老师也特别提到有关于电动车模式，有没有可能未来中国大陆也复制所谓电动车模式，就是不能出口给你美国，那我就转到其他东南亚国家去好了？会不会 AI 也是用这样的方式，低成本的开源的，先给其他愿意用的国家，然后来拿下全球的市场，甚至首先是拿下全球南方市场，然后反过来孤立美国？舰长怎么看？我觉得你慢慢注意看北京的战略，你就会知道。王毅讲的一句话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典型。他说：“他强，任他强；清风佛山港，他横，任他横；明月照大江。”他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哦？其实我现在不管你怎么样对我，你美国要这样每天在这样弄，我基本上我完全不理你，我就做我的事情。那我觉得我要怎么样发展 AI， 我要怎么样去弄，我也不寄望你，因为我知道你不会帮我。但是我就照我的步子去走。讲个最简单的，好比说这个开源，这个 AI 开源的 DeepSeek 是开源系统，那我们就是使用可是你知道那些专家、那些公司，它可以进入它的内部去修改它的软体的这是一个，它是公开的。还有一个就是他们今年组织了29个国家签订世界人工智慧合作组织，29个国家，大部分都是南方国家。